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开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对市面上已经出现的优秀的成熟的商业片，其中的镜头做一个拆解，主要是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高难度镜头做技术拆解，其他方面的话我们不做分析。然后我选择的这些商业片主要来源于 Behance 上精选 3D 运动这个板块，也就是官方编辑认为比较优秀的一些 3D 动画片。然后我选择的类型主要以产品动态为主，因为我主要从事这个领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Behance 精选呢？因为它可以说是汇聚了当前产品动态设计的最佳案例。然后所以我们多看看这上面的片子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审美，保持对行业的一个敏锐度。另外也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当下表现某个产品特性应该使用怎么样的一个手段和方法。当然了，它这个上面也有一些局限，就是说它不是所有的一些产品都能够在这上面找到比如说这个扫地机除草机这些，因为这些产品的话目前主要是由中国这边的厂家去生产，国外的话相对于就比较少，所以我们需要去辅助像芯片厂或者站库这样的网站去找一些这样的案例。好，我们先来到这个板块，然后我在最新的这个页面的话，挑了其中的一个4到5个，就是使用到这个高难度进度比较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子。我们进来之前我们可以先点一下这个工具，看它使用到了哪些软件去制作。好，这个地方的话，它用到了一个木头下压，然后这些片片的话类似于木屑，然后像这样一个镜头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胡迪尼当中的一个 Vellum， 这样木头的话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碰撞体，或者使用Shape Match 让它作为一个钢体参与模拟。然后这些其他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Vellum Hair 线，然后使用撒点之后，然后通过这个物体向下的一个运动，然后对这个样条有一个推开的作用。如果我们直接是使用一个运动的方式的话，就是模拟的时候给它一个向下的力，它实际上是这些样条是没办法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那么我们需要给到的就是一个类似于力场，一个冲击项的一个力场，做一个适配，然后使用 Pyro 做一个冲击项的一个力场，向这个方向向两边扩散。或者我们简单一点的话，就是说给一个造波场之后，就是造波力 Pop Force 给一个造波力之后，然后对它的区域划分一个区域，给一个向左以及一个向右的一个力。因为我们这个镜头实际上时间比较短嘛，大概只有2秒钟左右。然后后期的话就是将这些样条使用这个 Sweep 把它变成片，像这个的话我在那个皮肤那个课程里面讲过。好，这个的话就是使用这个样条，然后给一个简单的模拟，后期的话把它变成一个模型。这个镜头也是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石头一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做了一个造波，
同时使用了一个属性的一个蔓延生长，然后通过属性的一个转变做一个在这上面撒点嘛，撒点之后种上这样的一个草，然后通过属性的一个蔓延对 P scale 做一个变化，由1变到0。像这个镜头的话，在那个 C4D 当中也是非常好实现的。然后这个镜头的话，我们看着是液体，但实际上它的制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事先建模建成一个类似于这样一个平面，然后有一个这种球状凸起的一个模型，然后我们做模拟的时候使用一个叫什么 Vellum Balloon， 使用这样一个模拟，或者是 Vellum Struts， 这2个模拟其实都可以，然后给一点点的一个造波力，让它有这样一个缓动的一个效果。包括这个镜头，就是通过 K 位移或者是给一个力，让它往这边行进就可以了。像这一块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布料的一个模拟，也就是 Vellum Cloth。这后面的话使用 K 帧都可以完成。好，这个镜头我们看片子的我们可以往后看一下，就是它可能就是作者他可能会做一些技术解析的一个视频。你看这个，你看它就是我讲的，它就是一个 mountain 嘛。mountain 它本身有一个运动，然后做了一个属性的一个生长变化。然后这上面这个草其实就是那个样条，它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样条。它做了这样的一个样条，然后克隆到这个球体上面。这个也是。我们再看第2个片子。第2个片子是这个片子。这个片子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花的一个开放。花的开放的话，我们最经典的制作方法就是使用 Vellum， 然后搭配谷歌绑定 KineFX 去做。然后关于这个花的模拟的话，其实宝动态设计它有出过一个专项的课程。然后这个案例的话，它是一个在类似于酒吧舞台视觉里面使用到的一个。看一下，等一下。这个片子其实
从技术难度上来说的话，其实还好，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难度。使用市面上所有的 DCC 软件都是很容易制作。它主要是在于，像技术上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叶片的一个运动，包括这个花的一个晃动，其实这个都可以使用非模拟的方式去完成。这个镜头主要是难点其实在于它的一个渲染，它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氛围，以及它对这个整个画面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摆放，这个树形，你看这种光影的变化。然后另外的话，它可能需要搭配一个视角，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屏输出的话，我们就比如说它这个视角，它会卡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最佳视角，然后呈现一个最好的画面。当然它是基于现场的一个比如说像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画面嘛，它会选择一个观众的一个最佳视角，比如卡在这个位置基于现实去搭一个同样的一个高度的场景，然后做一个摄像机去瞄准这个视角去制作。你看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碰撞的，这些飘散的这些物质，你包括你甚至可以去后期的话，通过后期的方式去叠加进去。然后这个画面的话，其实也是，它也不是使用模拟的方式，它可比较类似于就是我在那个循环动画里面做那个水波纹，然后你也给一个属性的一个生长蔓延，然后这个就是属性值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在上面种一些花草。好，看下一个，看一下，这是一个键盘的。这个就是一个VDB 的生长，这个 VDB 的生长是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难点就是你需要把它的这个 UV 要设置好。这个动画比较简单，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就类似于我们 C41 动态图形很容易实现。如果你是想要弧滴里面实现的话，就相对麻烦一点。你可能需要就是要么你手动 K 帧嘛，要么就是使用那个克隆的方式去把这些东西，把这些键位给它复制到对应的位置，然后通过对点的一个动画做一个设置，然后达到最终的一个效果。这个动画只有15秒钟。它是使用这个 3D Max， 然后微锐渲染的。看一下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应该类似于一个概念片。C4D 是经典的几个软件。好，第一个镜头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在一个石头的模型上面设置几个发射源，然后发射这个fluid 的模拟或者是点的模拟，其实都可以发射点其实第一个镜头跟第二个镜头是不一样的，它使用的一个技术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镜头的话，它可以类似于就是也是发射点，它其实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就是
镜头制作的一个效率嘛。你像这个镜头的话，它看起来，放大看一下，哎呀，放不大，就这样吧。它看着比较像液体，实际上它可能是，使用那个发射源，很多的发射源，然后来发射点，发射足够多的点，然后对点最后使用一个包 mesh 的方式去生成一个可以渲染的模型，就看着类似很像液体，然后给了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一个向上，这个立场既有一个向上，然后它还有一个旋转，然后这个旋转的话，它是到上面这个位置才会有这个旋转，到这个位置才有这个旋转。它其实跟我在这个课程里面是比较像的，看一下。应该说跟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个立场是比较像的。这节课给大家好，我是 Tiny。它就是有一个向上的立场，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旋转。就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就是你看它底下其实没有一个旋转，然后到这上面的话转起来了，到这个尾部的时候，对吧？然后底下这种弯曲的，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噪波，对吧？然后这个的话，就毋庸置疑，肯定使用的是 fluid 用的流体。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就是Vellum 的 fluid 去模拟，因为这是个比较小型的一个流体嘛。然后它是做了一个碰撞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碰撞体，然后在碰撞体里面去发射流体，然后碰撞到上面，然后它就形成这样一个形状。然后其他的结构其实它们这个都是分开做的，包括这个都是分开做的。这个有可能是，当然这个有可能是同一个，这个流体源比较大，然后冲击到这个碰撞体之后向外延伸，然后冲到里面的话形成这样一个形状。然后这个也是，这是一个碰撞体，然后这个跟这个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这个镜头的这个碰撞体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模型了，它不是镂空的，然后它是在这个完整的模型上面底下一个流体去碰撞它，形成这样一个建设的效果。就是它看着好像很唬人，其实它的技术上是比较简单的。你看它只是上面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地方也有个模型，就是我们从画面上来说的话，这个模型也是跟着往上位移，这里面有个模型往上位移，然后这个模型是有一个旋转，当然也可能是镜头的旋转，然后冲击这个碰撞体。然后这个镜头的话，其实就是看似好像是模拟，但是不一定的，就是它类似于我们用 CCD 里面的那个动态图形来解释，就是它在一个圆柱形的一个模型上面去撒了很多点，就克隆了很多的这种物理的一个机械的一个部件，然后对其中这一部分选出来之后，然后向它做一个就是运动，往外回收，往外去那个飞，或者是反过来，因为它其实每个镜头都只有2秒钟、3秒钟的样子。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就是爆炸图。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从画面上来看，是它这个粒子是这样进去，但实际上它的制作应该是一个正向的，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这个地方发射粒子，然后也是一个力场带点旋转，然后给它模拟完之后给它反向过来，形成这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看这个例子就很像这个散过来，然后这样倒放过去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于我们讲的一个风洞测试，对吧？就是几个球体作为发射源，pyro 的发射源烟雾，然后冲击到碰撞体上。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属性，就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属性的一个变化，然后对这个属性做后期的一个材质的映射，这个地方给一个发光的一个材质，对吧？包括这个前面也是。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烟雾吧，灌满了烟雾，然后这个烟雾给了一个发光的一个材质，包括这个的话可能就只有这个地方发光喷射烟雾，然后其他的部位其实就给了一个发光材质，跟那个玻璃材的一个混合。然后的话就是另外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我推荐的几个比较优秀的知名的工作室，我们可以多看一下他们的一个片子，他们主攻的方向也是产品动态，而且是它的质感美感包括技术上面应该是当前最顶尖的一个水平。你看这个一个是这个 X Studio，这个 Future Deluxe， 还有一个这个 Tundra， 以及这个Man vs Machine。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挑其中的一个片子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 Future Deluxe 的这个奥迪的一个宣传片，它也是使用这样的一套工具。这前面的话就是一个 K 帧的模拟，包括这边也是。这个片子，这个15秒应该是展现的是它的一个结构和一个质感。好，我们下看。就是奥迪的一个 logo， 然后它就是这个镜头其实也没有模拟哦，它实际上还是就是把这些片克隆到这个奥迪的这个圈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类似于就是动态图形，使用对点的做一个运动，让这个点它本身是克隆上面的嘛，然后让这个点向外之后做一个倒放或者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然后同时它在点的运动的过程当中，是吧？它可能有一些带一点点旋转。然后它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我们从这儿过来的时候，如果你硬贴上去的话，你如果这个片硬贴上去的话，它不太会有这种效果，对吧？所以它肯定是在贴上去之后，这个本身的这个物体
有一个属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它有一个材质的一个映射，所以它这个地方就看着很自然。它贴上去之后，然后这个材质马上变成这个最终的这个材质，你知道吧？尤其是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你看它们其实不一样的。你看这个镜头的材质跟这个镜头的材质是有点区别的。你看这个细节比较多，你拉远之后它其实没有这么多细节的。这个镜头的话，它比较技术比较那个的复杂的，应该就是这个镜头，使用一个就是粒子附着在这个物体表面，然后随着这个物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这个粒子再往下滑动，就是这种情况下最快的方式使用的就是 Vellum Green， 就使用的是 Vellum Green， 因为它本身 Vellum Green 的话，就是我们从字面理解的话，就是一个谷物颗粒模拟，它是有一个碰撞体积在的，就会显得比较真实。然后我们对这个点做一个后期的一个克隆，就是将不同的这个片呀，比如说那个碎片，它因为有结构嘛，所以它在渲染的时候就有这种高光。然后对这个碎片的话做一个材质的区分，有的是这种带金属高光的，有的是这种很平，就是没有金属度的。这个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其实有点像这个粒子就是固定的嘛，不动的。这个粒子是不动的，然后这个东西都是碰撞体。碰撞体的话，我们做一个 VDB， 然后同时我们在渲染的时候，将这个碰撞体做一个这个属性的一个映射。前面的话我们撒上点，后面的话我们是金属。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技术速解，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些想法和意见的话，可以告诉我。好，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